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晚间美股出现了一个0.63%的上涨，这里的阳线呢是在我们预料当中的，原因是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道琼斯工业指数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在高点然后走出了一个调整。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它的调整时间级别同上涨的时间级别是相互对称的，上涨是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下跌呢是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我们知道，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过程。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昨天晚间出现了一个0.63%的阳线。悟空阳线在这个位置上出现这个阳线是悟空阳线。为什么叫悟空阳线呢？因为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上涨 K 线。这个位置的阳线呢，与前面行情当中下跌过程当中的阴线和这个十字形不同，是一个实体阳线。实体阳线出现之后，我们认为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走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上方就可能走出八剑沙僧唐僧阳线4根阳线走出来之后，我认为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经历了4次的符合江恩等位置波峰定律的4次波峰之后，容易不断走出新高最终呢重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牛市。但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与美股再次发生背离，美股的0.63%的上涨并没有带动比特币一路上行，而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0.49%的调整。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到达接近$31,500的一个新的高点冲出新高之后，我们认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做一个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它做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动作。在这样的动作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突破，但这个位置上的突破是一个假的突破，在焦点位的吸引力的作用下 ，K 线逐渐缓慢下跌回来。但是当前行情当中，它的这个结构还没有被完全跌破。这轮下跌的时间级别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小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的一个调整。调整完毕之后，只要不跌破$29,000这个关键性的点位我认为行情还容易出现一个重新启动这个位置的调整呢，往往会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围绕焦点反复缠绕，在缠绕之后呢，形成一个更窄幅的一个收敛三角形。也就是说，这个焦点如果不在这个不跌破的情况下，会逐渐向后移，最终形成了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基础平台。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它是在形成了一个蓝色线这里的波峰连线和这个红色线形成了一个波谷连线，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的突破。我们看到这个焦点的位置是在7月5日，如果这个焦点位不构成对 K 线的吸引力作用，它以横带跌通过了这个焦点位之后我们认为行情还有机会继续上行。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虽然当前行情正在一个小范围的调整当中，但是这个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是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的所以呢，综合分析，当前的调整只是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再形成一个局部结构之后的一个震荡行情构成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整大的趋势呢仍然没有被当前行情当中的调整改变。那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观察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个继续走弱的一个行情，这里面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走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并且呢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于0.067附近的一个支撑。这个支撑线呢是由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重要支撑。跌破之后呢，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个新低，这个新低如果持续下跌的话，会同前面行情当中22年5月份的这一轮下跌做出一个平行结构。也就是说，目前以太坊是领跌于比特币的。那在领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对于以太坊本身来说回到以太坊本身，我们看它的永续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收敛三角形，发动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对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上边线做出了一个完整的突破突破过后，我们看到以太坊没有冲出新高，这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非常弱势的一个画面
一个画面。那么回到一个我们知道日线级别上涨修之后，它做了一个小日线级别同比特币类似的一个调整过程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的50均线、10均线正在下穿144均线和169均线，也就是说这个粉色线和蓝色线正在下穿黄色线和绿色线这是一个小日线级别走弱的一个结构。但是同比特币类似的是，在这个区域当中，我们看到它只是在这个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一定的缠绕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一定的缠绕。如果不创出低于14836的这个位置，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那么它在缠绕过后还是容易出现一个重启的一个结构。如果能够出现重启，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将会看到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这种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的出现一定会伴随比特币的上涨行情才能够出现。所以呢，对于以太坊来说，多空方向暂时不明，要耐心等待比特币选择方向之后再次介入。同时呢，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悟空阳线的话，就是一个多头可以进场的一个时机并且呢，我们看到这个焦点位是在6月30日2日之后，这个焦点位目前对这个 K 线起到了一定的吸引力作用要以横带跌，通过这个焦点位之后，行情才容易出现进一步的上涨。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周线级别上也通过了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目前大的趋势呢仍然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调整，我认为只是暂时的这个悟空阳线没有被跌破的话，这个悟空阳线的开盘价是在1726美金悟空周线级别的阳线的开盘价没有跌破的话，那么对于以太坊来说，它仍然处在一个多头趋势行情当中。说一下 BCH 这轮行情当中的龙头币种 BCH 一路火花带闪电疯狂上涨，我们看到最终它从底部到高点涨了168个点位。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本轮行情它走出了一个完整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但是上方我们要注意的是，上方接近250美金附近的这个位置是一个长期形成的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在19年9月份就开始逐渐形成，最终呢这个之前的是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在22年5月份发动了跌破。所以呢，我们前面几个节目当中就说了，22年5月份跌破250美金之后的 BCH 处在一个黄金坑的区域，这个区域上买进大概率是会赚钱的但是这轮行情由于美国交易所美国上线了一个新的交易所，只上线4个币种，这4个币种分别是 BTC、以太坊、莱特币和 BCH。那么 BCH 由于它本轮行情它的最大跌幅从1650到87美金跌了95%，所以呢极具投资价值。那么在底部我们也看到了底部放量，价格拉升但是任何事情它有它一定的规律这里呢走出日线级别上涨的西游我们就认为它可能会走出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同时呢，上方是存在250美金的压力位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高点冲到244美金之后快速回落不是说250美金到达之后才会回落接近这个位置上它就会存在压力这个压力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是19年波谷连线2个月之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位，跌破之后呢，在黄金坑的这个位置上形成徘徊震荡，然后我们早在这个6月初布局之后赚了100%左右，然后上方呢它的这个压力位附近开始调整。那么它的这个调整呢我们认为它要经历起码是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调整之后才容易是一个进场位置。那么我们看一个小线级别的调整过程，它是在这个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大概是200美金的一个目标位如果调整时间级别再次放大到4小时级别，我认为是在176美金到174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你可以进场布局总而言之呢，对于 BCH 来说，我认为在未来的2年的牛市当中对于当前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底部的一个位置我认为下轮行情它的最高点起码在3000美金左右所以呢，对于225美金的 BCH 来说，它起码还有10倍以上的空间。所以呢，如果出现一个快速下杀调整，出现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完全不用担心，是加仓进场的一个机会。这轮行情可以重点关注的是 BNB 我们看到 BNB 和这个比特币的比值在最近一段时间比特币上涨的过程当中不断下跌，在日线级别上我们没有看到它的一个像样的反弹，并且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曾经出现过3次的等位置波谷
那么这次是第4次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根据江恩的等位置波谷法则，容易创出新低。那么如果它创出新低的话，我们看到前面怎么涨上来的，后面可能怎么跌下去。因此呢，对于 BNB 来说，目前呢相当弱势。同时呢，我们回到 BNB 对 USDT 的价格上来。我记得前面大概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做了 BNB 的一个专门的介绍就认为这个 BNB 目前由于美国对它的起诉对这个平台币影响非常不好最终呢，我们看到6月3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之后，一路下跌走，日线级别下跌修，反弹上来之后又重新接近这个低点，这个低点大概是在$230附近，如果跌破的话。如果跌破$220到$230这样的一个区间，我们看到前面怎么涨上来的，后面就有可能怎么跌下去所以呢，很早之前我让我 VIP 群中朋友在$75附近挂单因为它可能跌破$100基线值可能会接近$75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由我们前面行情当中$4.1和这个$9.1这个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这个$70附近形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呢，对于这一点，特别是在 BNB 在这个交点位附近的这个情况下，很容易发生一系列的风险。如果出现快速下跌我们就赌这种可能性再往下走，跌破$220之后，它是处在一个黄金坑的位置。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BCH 就讲了黄金坑。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对于 UNI Sushi 也提到了这个黄金坑，所以呢，对于 BNB 来说，如果落入我们的口袋当中，我们会毫不手软，果断出击，争取拿到本轮牛市行情启动之前的便宜的筹码。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同时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右上角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购买后的朋友可以加入我的读者群，感谢大家，再见。